人们预测的8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迟迟未公布，中共内部权斗也随着今年夏季的滚滚热浪陷于高度紧张焦灼状态。按照中共惯例，谁掌握兵权，谁就把握时局。目前手握兵权的张又侠的一举一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张又侠的政治光谱一直隐身在喧嚣的传闻中，不知是左还是右。最近预测中共四中全会重大议题在海外热传，不是人事调整，而是中国人心底最关心的政治方向，中国将向何处去？是左派的故意放风，还是张又侠真实的政治倾向？今天带你一探这庐山真面目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自媒体人、小说家在7月14号的节目中说，2025年中共的政局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枪杆子不听党的了，党指挥枪变成了一个彻底过时的口号。习近平在今年彻底失去了军权，党中央空有权威，却调不动一兵一卒，而实际上全面掌军的只有张又侠。过去10几年，习近平紧抓军权，党指挥枪，忠诚可靠讲了1万遍，在军中搞大清洗，把自己的人扶上来后，从2024年的3中全会开始，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就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。随着苗华和卫东的落马，习近平军中的嫡系大员几乎被一网打尽，而主导这一切的核心人物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。那么随着倒习行动的深入，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，中国将迎来三权分立的局面，即党政军各自为政，就真正的有了现代政治架构制衡的雏形。小说家认为，张又侠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，在倒习成功之前，他不会放弃军权，四中全会他也会如愿地成为中央军委主席。在完成了倒习行动之后，他将面临2条道路的选择，一条路是军队国家化，就是军队真正脱离中共，成为国防军，只服从国家宪法，不参与任何党派政争，让中国走向民主现代化道路。这可以让张又侠成为中国军队国家化之父，青史留名。另一条路就是在稳定了政局之后，张又侠选择再次为党卖命，就是把军权还给未来的总书记，让军队再次沦为党的工具，倒退回去，而他会成为过渡时期的看门人。中国能不能走出专制，张又侠的选择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环。张又侠实质上已经掌握了一个历史级的关键钥匙，未来20年，中国的走向就在张又侠一念之间。小说家的说法是否太乐观了？自媒体人姜森哲认为，中国的军队国家化跟西方国家还不太一样，说白了，其实就是反对党指挥枪，反对不懂军事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来指挥军队。特别是习近平一上来就搞军改，把7大军区改为5大战区，外行人搞军改，引发了军队高度不满。据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披露，张又侠已经废除了习近平的5大战区军改，又恢复了过去的7大军区制度。姜森哲指出，中共军队不能直接说反对党指挥枪，于是换了一种说法，就是军队国家化，要求军人主管军队，军队自治，不希望由完全不懂军事的中央军委主席来指挥军队，因为每隔10年，中央军委主席都要换一个人，他们都会在军中提拔自己的亲信，这些被提拔的中将上将跟他们的作战指挥水平没有任何关系。跟军委主席私人关系好的，善于溜须拍马的，就能够很快升官，而那些能力很强、扎扎实实在军队部门做出重大贡献的军官却得不到晋升，他们愤愤不平。所以这次张又侠夺了习近平的军权，并没有引起轰动，军队官兵很高兴，实际上就实现了长期以来军队里面的一个夙愿，军人治军，不要再搞外行指挥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自媒体节目中披露，他收到来自国内的爆料，
四中全会一期有6个重大议题，并不是人们热议的人事调整，而是涉及到政治方向。第一，首次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3忠于：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毛泽东思想。第二，首次提出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，要改革一切阻碍人民群众利益、有害社会进步的东西。第三，首次提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，恢复对贪官的死刑，夯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。第四，首次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而不是由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，要解决住房难、就医难、上学难、养老难等问题。第五，首次提出坚定不移推进社会公平正义，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，享有话语权和建议权。第六，首次提出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，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理论方向。蔡胜坤认为，看到3忠于，可能毛泽东思想会正式地写入四中全会的公报，就像当年邓小平主政时把4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党章一样。今后怎么做，那就是随便共产党来解释了。如果四中全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，那就意味着离文革不太远了。姜森哲认为，既然张幼霞成为军中老大，按照中共的惯例，张幼霞的意见将会主导整个四中全会会议的走向。人们很少了解张幼霞的真实想法。过去张幼霞给人的感觉是务实，对政治不感兴趣。如果四中全会的内容爆料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大幅度向左转，说明张幼霞的思想是极其左的。四中全会要求忠于毛泽东思想，张幼霞不太可能成为党的总书记。如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忠于党的话，那他就不在被忠于的范围，这会让张幼霞非常为难。那现在是忠于毛泽东思想，毛泽东在军中的影响比较大，就是要让毛泽东来压习近平，而且毛泽东早死了，那么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就完全由张幼霞说了算了。忠于毛泽东思想，他就占据了中共道德的制高点，对张是有利的。第4条，提出走向共同富裕，要解决住房难、就医难、上学难、养老难4难问题。这是邓小平时代出现的新难题，这是在否定邓小平的路线理论。第5条，坚定不移推动社会公平正义，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，好像就是给人民言论自由，但是非常的模糊，有忽悠人的感觉。因为毛泽东的宪法也是人们有罢工罢课的自由，结果人们是什么自由都没有。不过所谓的言论自由也会成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所利用的工具。1978年，邓小平在跟华国锋争权时，邓小平就开放了西单民主墙，让人民可以自由地在街头贴大字报。其实邓小平在利用人们的大字报反对华国锋。等邓小平掌权以后，马上就取缔了西单民主墙，也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4大自由。最后提出的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，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理论方向，这是既否定邓小平，又否定习近平。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先发展资本主义，待到高级阶段再发展社会主义，而习近平提出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新名词。其实邓小平和习近平都用的是诡辩术。姜森哲指出，如果网络的四中全会内容是真的，第一个结论就是要全面否定习近平，第二个结论就是全面向左的方向转。因为现在中共党内有2种不同的政治立场，党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反对习近平。这样看来，张幼霞代表着中共党内的左派，从左派的方向来否定习近平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中共党内左派势力放出的假消息，但也不排除它的真实性，所以一切都有待观察。你觉得张幼霞会选择像西方国家那样军队国家化，不为政党站队，将中国带向真正的三权分立、相互制约的民主宪政道路？
还是以忠于毛泽东思想开历史倒车，继续走文革随时复辟的老路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